无人。瞎子是一名独行江湖的捉刀人。这天，他路过一家酒馆，被一阵浓郁的酒香吸引，原想买一壶解解馋，店主女孩却说不卖。原来今天是她出嫁的日子，酒水只能用来招待客人。瞎子低骂一声倒霉，正要离开，女孩却说来了就是客，盛情邀请瞎子参加婚礼。非亲非故的，不白喝你的酒，这钱算我的礼金。去，帮我把马拴上。礼金就不必了，登门贺喜，总得说句吉祥话吧。我给你磕个头怎么样？瞎子性格孤僻，不善言辞，一出口就带着股草莽气。好在女孩天性开朗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很快，新郎到场，村民们聚在一起，有说有笑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进来一人，热闹的气氛瞬间凝固下来。他是女孩的大哥，村里出了名的混混。客人们见到这个煞星，纷纷找了个理由离场，最后只剩下了不长眼的瞎子。大哥张嘴就让瞎子滚，瞎子也不还嘴，一把抢过了他的刀。你这刀磨太快了，容易伤着自己。说完，瞎子提着一壶酒走开，来到马库，一边跟马聊着天，一边悠悠睡去。到了晚上，瞎子被一道炸雷惊醒，他先是戳了戳袋子里的逃犯，确认没有逃跑之后，站起身准备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空气中突然传来一阵血腥气，他意识到不对，赶紧往院子里赶。果然有人死了，他上手摸了摸，正是女孩的大哥。瞎子担心女孩，急忙往屋子找去。黑暗中，女孩衣衫褴褛地躺在桌子上，一动不动，满脸泪痕。原来就在瞎子走后不久，一伙壮汉冲进了酒铺中，来者名叫宇文英，是宇文家的二公子。宇文家作为洛阳最大的地下帮派，一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女孩的大哥之前为他们做事，为了不留下证据，宇文英决定杀人灭口。眼看手下就要对女孩下手，新郎赶紧扑了上去。丈夫身死，女孩不顾一切地冲下了打手。为了救她，大哥挣脱束缚，与众人混战在一起。这时，一名手持双钩的怪人进场，几个回合就将大哥的琵琶骨锁住。大哥拼尽全力不得动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孩被拖走，自己也没能逃过身死的下场。得知真相后，见惯了生死的瞎子并不打算插手。第二天，他带着逃犯来到了县衙领取赏金。原本一切可以就此结束，可在临走前，他却鬼使神差地提了一句：对了，城西卖酒的全家让人当狗宰了，是不是归你管？瞎子，这趟破事你趟不了。城西卖酒的全家让人当狗宰了，是不是归你管？平淡的语气道出了一桩惊天惨案。捕头听完，赶紧带人赶到了现场。经过搜查，手下在现场发现了宇文英的剑。看着这支剑，捕头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妮子，苦了你了。什么时候去洛阳抓人？人呢？我先替你葬了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女孩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凭什么要算？我只是想要个公道。眼看无法说服女孩，捕头只能编造一个理由将她绑了起来。他知道自己给不了女孩公道，但至少可以保住女孩的性命。一行人押着女孩前往县衙，瞎子拦在了路边。你我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已经够惨了，没必要再毁了他。良心饱受折磨的捕头大吼着让瞎子不要多管闲事。然而从瞎子喝了女孩的那一壶酒开始，这件闲事他就管定了。作为一名刀口舔血的捉刀人，他的身手远不是一般捕快可以比的，尤其是那一双错骨手，招式狠辣凌厉。仅仅几个回合就打得捕快们倒地不起，最后只剩下了捕头。瞎子，这趟破事你趟不了。瞎子眼瞎心不瞎，浑水再深也敢淌。救下女孩之后，瞎子带着她一路来到洛阳，并将申冤的方法交给了他。临别前，女孩将自己酿的最后一壶酒送给瞎子，随后便消失在了人群里。离开闹市，瞎子来到一间乐坊，秦娘推门而入，看见门后的拐杖之后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她贴心的打湿毛巾，瞎子自然的伸手去接，两人就像一对老夫妻，淡淡的聊着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多年来，秦娘一直在替瞎子搜集逃犯信息。在接到最新的任务之后，瞎子正准备离开，忽然一个男人骂骂咧咧的走了进来。秦娘好奇询问，男人这才说出由来。今天本是宇文英与郭将军女儿订婚的大好日子，却有一个女人跑进来喊冤，那个人正是酒铺女孩。瞎子立刻意识到官府惧怕宇文家，女孩只能以身犯险。很快他就抓住宇文英的手下，逼问出了女孩的下落。
死人坊，一如其名，原是停放尸体的义庄。此时已经被铁钩怪人占据，空气里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气息，瞎子的战力大打折扣。就在这时，怪人现身，一双铁钩神鬼莫测，打得瞎子措手不及。数个回合过去，因为气味的干扰，瞎子逐渐显出败势。这时，怪人再次袭来，瞎子掏出酒壶，一口酒喷到了他的身上。有了酒气的指引，瞎子终于锁定了对方的位置。解决完怪人，瞎子终于找到了被关在铁笼里的女孩。原本开朗活泼的她，此时双目无神，手掌被一支铁签刺穿，任由鲜血滴在碗里。瞎子彻底怒了，只见一道寒光闪过，人头落地，尘封多年的仗剑再次出鞘。回到乐坊，瞎子将女孩交给秦娘，嘱咐她带着女孩离开洛阳。秦娘不愿意，除非她一起走。为此，两个人第一次爆发了争吵。你看她漂亮吗？你说什么？我问你，她漂亮吗？我看不见。我只知道他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做不过想要一个公道，我给他。第二天，瞎子将秦娘和女孩送到城外，自己孤身一人去找宇文英。他将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唯独低估了秦娘对他的感情。在将女孩送到驿站后，秦娘独自折返，这一去便再也没了消息。一个女人躺在船上，血迹斑斑，身上插满了整整13支利剑。她是瞎子唯一的朋友，如今曝尸河上，却无人敢为她收尸。不久前，秦娘担心瞎子安危，折返洛阳时不小心被宇文英的手下抓住。宇文英将秦娘绑进密室，手持硬弓连射数箭，每一箭都刚刚好避开了要害。那瞎子现在在哪儿？想什么？我想你是个死人。随后，秦娘说出了瞎子的身份。瞎子原名程乙，曾是狼屠营的将士，凭借一把听风刀和一双错骨手，在战场上杀出了赫赫威名。也正是那个时候，瞎子救下了秦娘，两个人互相扶持，一直走到了今天。得到情报后，宇文英痛下杀手，并将秦娘的尸首放到船上，沿河示众。秦娘的好友哭着将这个消息带给瞎子，瞎子听到后愤怒无比，伴随着冲天的杀意，紧闭多年的双目缓缓睁开。他穿上曾经的铠甲，孤身一人杀到宇文家，一把听风刀，一招楼南斩。偌大的院子里，片刻间就躺满了尸体。眼看情况不妙，仅剩的护卫决定一起出手。瞎子听声辨位，抛出酒壶，一刀劈成两半。最后，瞎子走进大堂，一个女杀手从天而降。杀手手持双剑，攻势凌厉，数个回合之后，却还是败在了瞎子的手里。可就在瞎子准备解决他时，黑暗中却突然飞出一支冷箭。瞎子中箭，迅速将女杀手抓来当作盾牌。然而宇文英天性凉薄，根本不会将手下的性命放在眼里。又是一发冷箭飞来，力道之大，甚至穿过女杀手，伤到了瞎子。接连射出的箭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快。宇文英占据地利，很快就将瞎子逼到绝境。眼看瞎子无力反抗，宇文英终于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瞎子，还玩吗？自己下地狱，我是一定会下地狱的，也得带上你。瞎子手起刀落，将宇文英的4肢筋脉尽数斩断，随后一脚踢出了门外。寒风凛冽，大雪纷飞，宇文英挣扎着想要逃，瞎子也不多话，刀锋落下，一刀将他死死地钉在了地上。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马鸣，瞎子落寞一笑，没想到最后剩下的还是只有他和自己那匹战马。就这样，一人一马互相依靠，引入人群，再进江湖。